你不是不给矿吗？那冶炼这活你自己玩去吧。到了5月份，印尼中国商会直接把联名信拍到了总统普拉博沃的桌子上，各大巨头集体签字，措辞强硬，业内直接管这个叫最后通牒。这场掀桌子不是哪家老板一拍脑袋的情绪输出，而是中国工业资本在核心利益面前展现出的高度的战略共识。他们太清楚了，在国际博弈里，退让从来换不来感激，只会换来更肆无忌惮的索取。唯有坚决的斗争，才能守住底线，才能给未来的合作画下一道谁都不能碰的红线。以斗争求团结，才有团结。我一直跟各位说资源真正的价值是得有供应链，将资源那些土疙瘩烂泥巴稳定高效的加工输送到下游更具附加值的工业环节去。真正珍贵的并不是资源，而是技术和供应链。没有技术，爪哇国的镍它也就值50亿。施法高压钻进这种工艺，全世界多少个国家眼馋，砸了多少钱搞研发，最后只有中国极少数的几家企业真正实现了大规模量产，而且还能够盈利。没有这些设备，印尼的这个镍它就变不成收益。同时这一次我们作为技术端也必须要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敬酒不吃，这个罚酒必须得让对方咽下去，否则以后家里但凡有个矿的国家都跑来如法炮制那咱们工业苦心经营这么多年的产业优势面临的就是更大的不确定性风险。现在就是在全球产业链牌桌上立规矩的时刻。资源是可以靠地缘垄断的，但是技术你休想白嫖。你有资源，你撑死也就是只能决定这玩意儿卖不卖，但只有掌握了技术，才能决定整条产业链往哪儿走，产业链上的利润应该怎么分。这一次中企的反击也是在告诉全世界一起可以吃饭，大家吃得饱，得寸进尺，在产业端巧取豪夺，在地缘上小动作不断那我们就要收饭碗了，得让你清楚自己吃的到底是谁家的席面。印尼觉得自己卡住了镍矿，就等于捏住了我们新能源的产业命脉，但是其实他根本没看清楚我们不仅早就搭好了桥，甚至连备用的直升机都准备好了现在国内的磷酸铁锂电池的装机已经占比突破了 80%， 更安全还更有性价比。那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每卖出去5块新能源电池，有4块跟镍这个东西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再看宁德时代的钠离子电池宣布说年底马上要大规模的量产了，那这个东西直接从海盐里就能提炼得出来全球储量可以说是无限大。一旦铺开，印尼的镍就会再次回到爪哇国的石头这个针身上。技术上在不断突破，资源端我们也没闲着。既然印尼你要作妖那我就换个地方建模。青山在2月份就已经跟马达加斯加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直接把莫罗瓦利那一套复制过去。那华友钴业呢，5月份在加纳拿下了锂矿的全部股份，整个非洲的布局已经全面铺开了。我们的企业不惜断腕也要把印尼的规矩立清楚。在这场短视的博弈里，印尼也付出了堪称惨烈的代价。中企这边一减产一停工连锁反应的是雪崩级的，他们当地的冶炼厂开工率直接从 82% 暴跌到了 67%， 等于每3条线就1条成了死产。园区周边的物流、维修、餐饮这些喝汤的配套瞬间进入凛冬，大批工人下岗。最可笑的是他们那个财政账费尽心机的加税加费，最后也就多收了不到1亿美元。但是因为产业停摆造成的损失直接就超过了5亿美元，而且接下来还会不断扩大。这绝对是拿了1斤的金子去换了1两的黄铜。致命的是外资信心的全面崩塌。那法国埃克曼呢也被迫了停产日韩欧美的投资也为此吓得赶紧冻结。2季度外资净流出超过60亿美元，金融市场惨不忍睹，印尼盾直接跌破了1美元，对18000的历史低点雅加达股指年内暴跌超过 36%， 在全球主要股指里稳稳拿了一个倒第一。这个新政推行了才20多天，印尼的这个能矿部长就扛不住了，跑出来公开承认政策考虑不周，紧急上调了配额，还约谈了我们的这个中资商会，释放缓和的信号。从不可一世到光速华贵，最后1个月都没用上。这场印尼镍矿的拉锯战早就已经超出了普通商业纠纷的范畴，它就是在给当下的全球化的新秩序打一个样。当我们的工业化体系已经完成了蜕变，在新能源、高端制造这些领域真正掌握了核心技术和产业链主导权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得立规矩，得让所有的合作伙伴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个新的牌局里面，自己的屁股到底坐在哪把椅子上。没有任何一种长久的团结是单靠单方面的卑躬屈膝换来的。那真正的合作必须建立在绝对清晰的利益边界和冰冷冷的规则框架之内。
中企在印尼的这次掀桌子，不仅是在教训一个贪得无厌的政策，更是向全世界立下了一个规矩，想靠着地下挖出来的资源，白嫖我们用几代人的血汗砸出来的技术。这条路死了这条心了啊！资源可以谈溢价，但技术必须得到敬畏。你想共赢，大门敞开，但你要是敢碰我们的底线，那迎接你的就是产能撤离加经济反噬的混合双打。我们去斗争绝不是为了图一时之义气去撕裂关系，而是为了把一些脑子不清醒的人打疼打醒，然后在更高维度上重建一个健康的合作秩序。只要印尼认清了现实，回归到商业逻辑，咱们也不是不能坐下来接着谈。毕竟我们的星辰大海是全球市场，并不是为了去跟某一个国家或政策怄气。但这一切的大前提是我们愿意赋能你，尊重资源国家想过好日子的需求，但你必须得先学会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合作的契约精神。历史的智慧总是常看常新的，在全球产业链剧烈重构的今天，中国资本出海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应变的能力，也需要战略的定力，既要拥抱全球化的开放心态，更要有在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敢于掀桌子的霹雳手段。斗争不一定是决裂，而是在确保短时间内我们的伙伴走在正确的团结的道路上的必须的方法。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